下面学习后片分为下摆、身体和胸片。这里下摆和身体即胸片引反编织之前的部分，与前片对应位置编织方法类似，不需要编织图案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胸片引反编织之前的部分织完。下面到了引反编织部分，先在左侧结尾开始引反，下一行右侧开始引反，往返编织过程中两侧同步引反。织完领窝收针的前面一行，分左右肩编织。先织右肩，领口一侧减针，边缘继续引反编织，最后与前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，然后在领窝位置接线收针，往返编织左肩部分，同样在领口一侧减针，边缘继续引反编织，最后与前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。这里引反编织和领口减针的方法与前片类似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其完成。下面演示一下合并收针的方法，大家学会方法后将肩部连接起来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。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下面将前后片、下摆及身体侧边对应缝合起来，按照行与行的连接方法进行。注意在对应颜色位置使用相同颜色的线缝合，换色位置要前后对齐。具体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划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划针，只是划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
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，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，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。例如，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到这里，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袖子分为袖口、袖身和袖衫。袖口采用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，起针来回往返编织单落纹，织法与下摆类似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换线编织袖身，编织过程中需要加针，用到的新针法是右加针和左加针。其中第1行会在下针和上针位置编织右加针，其余行均是在下针位置编织对应的加针，均在对应行数的首尾第2针进行。右加针和左加针的具体织法，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学会方法后，对照图解将袖身部分织完。下针右加针，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1根线，织1针下针，
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又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，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就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。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横线右侧织一个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。以上就是下针右加针的编织方法。下针左加针，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袖衫接着袖身往返编织，并在两侧减针。方法与腋下减针类似，最后扶针收针。具体扶针收针的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
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袖身和袖衫织完后，下面将袖身及袖口侧边缝合起来。方法与前后片身体和下摆侧边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将袖衫与前后片的袖洞位置缝合起来，腋下缝合位置对应，袖衫中间位置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边缘多找几个点固定。腋下收针位置，按照针与针的缝合方法缝合，侧边按照针与行的方法缝合。具体缝合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。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。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。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
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，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这样袖子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在前后片领口位置挑针往返编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挑针，这里我用小二演示，找到前片正面领窝中间位置，在偏左1针下方开始挑针。具体每个位置的挑针数，大家可以参考结构图，注意均匀挑针，织物保持平整。织物侧边挑边缘2针之间的洞眼，挑针。
完成后核对帧数应是单数，这样调帧就完成了。为了方便编织，可以将线圈转移到3根棒针上。后面对照图解往返编织单螺纹。交界处注意稍微拉紧。织到线头位置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后面继续对照图解编织，并在对应位置收针，一直织完最后一次收针那一行。小样这里已经织完了最后一次收针这一行，线圈织完后，在侧边调出对应的针数。这里针数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保证边缘弧度美观不皱缩，尽量为双数。注意，这里是在织物的反面，从正面穿入边缘调针，保证边缘位置在反面。调完后，倒数第3行就完成了。继续织倒数第2行。结尾在侧边调针，这里在正面调针。倒数第2行完成。下面织最后一行，开始正常编织。结尾一针，注意编织时，同时穿过第1针调针的入针位置。
这样织物边缘不会有较大的缝隙。最后一行完成，下面进行单螺纹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单螺纹收针也就是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。通常织完单螺纹后，就可以用这种收针方法。我这里是一个单螺纹小织片，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个小织片，第1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1针盖过后1针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又收好了1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1个线圈时，固定并藏好线头即可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收针完成后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穿上缝针，在下方调整的入针位置缝一下，让线接触更为美观。线头在反面打结收好即可。调整好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领子完成后的小样，这样领子就想接完了。最后学习装饰包括领口、弹扣、
花朵、叶子和表情。先绣制领口，使用编织领子的线，在领子开口下方用锁链绣的方法绣制出这样3条轮廓，长度约5厘米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绣制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绣法，先绣中间那一条，从正面中间出针，注意在2列辫子的中间。辫子是这样的倒8形。预留点线头，同一位置入针，预留一个线圈，再从前方间隔2根横线处出针，穿过线圈，调整一下。下面从之前出针的位置入针，前方间隔2根横线出针，将线压在针的下方，拉出，注意形成的锁链贴合织物，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绣。绣大约5厘米后，向右侧绣制，小样这里长度随机。绣到右侧第2个辫子中间，然后往回绣制。完成后穿到反面，线头在反面藏好就可以。另一侧从下方这个辫子中间出针，然后按照对称的方法绣制这一侧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领口的绣制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盘扣，一共6个。先钩织绳子，具体长度参考图纸，然后盘成扣子，缝合到对应位置。这里绳子的钩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注意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
下面是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。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留出的线头在下方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。第一针完成，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继续钩织，钩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重复挂线钩织。到达需要的长度后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线头留长一点。这种方法也可以编织出双色的细绳。左手同时挂2根线，分别为线1和线2，钩针逆时针绕一圈，然后钩针绕左手挂线中的其中一根勾出，拉紧起针的结，整理一下线头，左手挂线1，将线2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开始钩锁针。需要的长度完成后断线。这就是双色细绳的钩织方法。绳子钩好后，下面在中间打一个结，可以将其调整美观一些，形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首尾压在结的反面，两侧形成的圈尽量保持一致。形成这样宽约5厘米的盘扣，将预留的线头1根线穿入缝针，首尾与结的反面固定一下。这样盘扣就做好了。下面将盘扣缝合到前片领子下方，
横向摆放在领口花纹的上下两端，上方可以贴合领子下方，下方这个下面可以多留出一点位置，其余分别固定在袖身上。结的位置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与袖口间隔大约7厘米，结之间间隔2厘米左右。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固定方法。用预留的线先固定结的反面，然后将结整理平整，两端分别固定。正面尽量不要露出痕迹，反面可以渡线到对应位置。然后打结藏线。另一端用另一根线穿到反面进行固定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盘扣就将结完了。下面学习花朵分为大花和小花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然后加上珠子，最后缝合到前片图案下方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下面我以大花为例，演示一下钩法。先环形起针，完成后钩第一圈，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一针，在线圈里钩5针短针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头，最后在第一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如果分不清楚，也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。是这个辫子。连接的引拔针需要拉紧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第一圈完成。继续钩第二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下方引拔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线头可以收一下。2针锁针，下一针目继续钩短针，2针锁针，往下继续挑针目对应钩短针，短针左右均是2针锁针过渡。
最后在开始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下一圈需要换线，这里断线，钩尾针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剪断。没有顺网的线头也可以剪断。第2圈完成，接着钩第3圈，将织物正面朝上，在上一圈线头左侧锁针洞眼里接线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2针长针，线头可以一起收一下。2针锁针，合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下一动眼钩一针引拔针。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先钩2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2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合一针引拔针。下一动眼再钩一针引拔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组结尾的引拔针钩在开始的接线位置，然后断线。第3圈完成，继续钩第4圈，找到第2圈的短针，从反面穿出其右侧，左侧穿入，挑起这根短针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反拉针，短针右侧穿出，左侧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短针反拉针完成。继续钩3针锁针，在第2圈下一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反拉针，在后方从右往左挑起这针短针，钩一针短针，短针反拉针完成。继续钩3针锁针，后面就是挑短针对应钩短针反拉针，之间3针锁针过渡，继续钩完这一圈。
最后在开始的针目上引拔断线。第4圈完成，最后钩第5圈，在上一圈线头左侧动眼里接线，钩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针长长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长针完成，同一位置再钩2针长长针。3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，下一动眼再钩1针引拔针。我们将以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后面重复这一组的钩法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1针引拔针，钩在开始的接线位置，然后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没有收完的线头，顺着纹理收好。这样一个大花就钩好了，小花按照大花的前3圈钩织即可。结尾注意预留2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缝合珍珠，这里我以大花为例演示，将结尾的线头分出一股，穿入细针。从正面中心偏一点穿出，穿过一颗珍珠，穿入，可以多固定一次。取下缝针，这样珍珠就固定好了。
最后将花朵固定到前片对应位置。注意大小花错开，具体位置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取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，将线头穿入缝针，可以在反面固定好。小样缝合位置随机，然后挑反面的线与织片缝合固定。最后打结藏线即可，这样花朵就将结完了。下面曲线叶子共6片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中长针和锁着1针的狗牙拉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开始打一个结，然后钩对应数样的锁针。接着第1针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半针，对应钩1针短针，2针中长针，3针长针，2针中长针，2针短针，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1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1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下方短针同一入针位置，再钩1针短针，接着在起针另一侧穿入之前针法的入针位置，对应钩1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，2针中长针，3针长针，2针中长针，1针短针，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。这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下面需要收针，拉大线圈，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，穿入缝针，
从引拔入针位置左侧针目穿入，再穿回线头所在的辫子，调整一下，这样收针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这样叶子就固好了。最后将叶子固定在图案下方花朵两侧，一边3片。具体叶子的排布，大家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用预留的线沿着针目定缝。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将对应的织片线头穿入缝针，摆放好位置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沿着上方织片针目位置与下方织片定缝。可以稍微拉紧，尽量隐藏缝合痕迹。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，防止缝歪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。这样2个织片定缝的方法就讲解完了，这样叶子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表情，2款的表情，眼睛和腮红部分相同，其余部分会单独讲解。先学习眼睛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完成后加上高光点。最后缝合到图案脸部，中间稍微偏下一点，这一位置，眼睛两侧与换色处间隔大约为整个面部的1/4宽。具体位置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微调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环形起针钩织短针，完成后收紧线头。引拔之前，将线头放在纹理清晰的正面。引拔针不拉紧，预留20厘米线头收针。
起针的线头可以在正面藏好。接着绣制高光，取出对应线材，穿入缝针，从织片反面中间偏一点的位置穿出，线在针上绕一圈，偏一点的位置穿入，稍微拉紧，这样就形成了一点高光。线头在反面打结断线即可。最后将线头穿入缝针，反面朝上摆放在对应位置。按照叶子的缝合方法，沿着反面针目与织片地缝，注意两个眼睛的高光点朝向上方偏同一侧，向左或向右。具体朝向大家也可以按照喜好调整，大家将其缝合完成。下面绣制腮红，这里我大概讲解一下：剪取对应线材，穿入缝针，在眼睛下方两侧这一条线上绣2条斜线段，完成后在反面打结断线。如果不断线，直接绣另一侧，需要在反面渡线过去，不要形成较长的线段。注意腮红要对称。最后在腮红位置轻轻涂抹一点腮红，这样腮红就讲解完了。下面我讲解一下暖洋洋的剩余表情。先绣口鼻，取出腮红同色线，穿入缝针，在两眼之间绣制间隔2个辫子的线段。位置尽量居中。绣2次。然后在下方绣一条竖线，大约7毫米长。最后在反面打结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取出眼睛钩织的同色线，在眼睛上方间隔大约1厘米处绣2条8字眉。同样间隔大约2个辫子，中间固定一下。另一侧对称绣制，注意反面要渡线，完成后打结藏线即可。这样暖洋洋的表情就讲解完了。下面我用小样讲解一下小奶龙剩余表情。先同腮红一样取线，在两眼中间出针绣制鼻子，
穿回入针位置，留一个线圈，在右上角间隔一个辫子出针，穿过线圈，调整一下，入针固定，稍微拉紧，完成了一个雏菊袖。左侧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袖指，这样鼻子就绣好了。接着在眼睛上方间隔1厘米处，靠近中间位置绣制眉毛。可以找到眼睛右侧这一列辫子，在合适位置出针。左上角间隔一个辫子，固定。另一侧对称袖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在上方中间靠近换线位置绣制额头花纹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同样用雏菊袖的方法绣制。大家实际绣制时，不要忘记在反面进行镀线。最后打结藏线即可。最后取出腮红的线，抽取一股穿入细针。下面来绣制嘴巴，在鼻子下方间隔2根横线出针。右侧间隔2个辫子入针，可以稍微偏下一点点。形成弧度，固定一下。
在侧边修出尖牙。另一侧对称修指。最后藏好线头，这样小奶龙的表情也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素素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